考时，女孩故意考满分，只为亲手制造和6个哥哥的每一次错过。哥哥们选择留在北市工作，她就考到南市上大学。哥哥们为了她在南市落户时，她果断申请出国读研。养妹生日宴那天，6个哥哥都放纵了一把，他们纷纷向养妹表达着心意，房间瞬间就热闹了起来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会像从前一样又哭又闹地缠着哥哥们吃醋时，她却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踏上了出国的飞机。飞机上，一向厌恶她的大哥竟主动发来消息：“我们在家里等了你一夜，你为什么没来？别人说你出国了，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不会再冷淡你了，你先回来好吗？”透过屏幕的卑微，让女孩内心忍不住一次，不过又迅速消散。一连好几天，她拉黑一个，立马又来一个，最后她只好把手机卡拔了，换了张新卡。拔卡的一瞬间，大洋彼岸的最后一条短信发送了过来：“陆暖，别让我抓到你。”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陆暖了，她重生了。上一世，她出生后没多久，父母因为一场车祸意外死亡，司机把她救下，却在返回去救父母的时候，因为油箱爆炸死了。车祸后，大哥把司机唯一的女儿接到了家中，从此以后，本该属于她的东西都被养妹分走一半，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，也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。哥哥们只知道领养来的妹妹身体不好，很可怜，陆暖应该多让着她。大哥说她身体不好，专门请了厨师做适合她吃的饭菜，每天要陆暖监督她认真吃饭。二哥说他想学画画，反正陆暖也学得差不多了，让他把辛苦请来的老师让给养妹。三哥说他分数低，让陆暖跟他到同一所大学，将来也好有个照应。最后因为养妹一句含糊不清的指责，陆暖被赶出家门，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彻底疯狂了，找人绑架了养妹，想杀了她，但是失败了。陆暖被大哥安排进精神病院，被养妹安排的护工折磨致死。在睁眼，陆暖竟重生到了3年前，司机女儿正式被收养成养女这一天。宴会上，他故意算计陆暖，让众人以为是陆暖故意推她落水。四哥第一个发现他们，却只救下了养妹。他抛下了同样不会游泳的陆暖在水里挣扎。二哥还逼问他到底认不认错，大有不认错就不救他起来的意思。陆暖在水里挣扎着认错求饶，恳求哥哥们救救自己。在濒死之际，他被救了上去。从这以后，陆暖再也不敢惹他，小心翼翼讨好家里的哥哥们。可最后换来却是养妹偷了他的毕业成果。二哥替养妹作证，让他成为抄袭者被开除。养妹身体不好需要换肾，三哥亲手把他送到手术室给养妹换肾。养妹需要国际比赛成绩镀金，四哥、五哥、六哥毫不犹豫把他踢出队伍。他查到养妹剽窃作业伪造病历的证据，拿给大哥想揭穿他的真面目，可却惹了众怒。哥哥们不相信他说的话，甚至都没仔细看证据，就把他赶出家门反省。陆暖流落街头，身无分文的他吃尽了苦头，最后还是没能逃脱。脑海里一段段往事浮现，陆暖放弃挣扎，整个人沉到了池底。他睁大眼睛，面无表情，好像死掉了一样。他看着岸边围绕在秦唐身边的哥哥，即便再看一次，心脏依旧传来钻心的疼。真可笑啊！他这个亲妹妹还比不过一个外人。岸上的二哥陆子期一直在关注秦唐，直到耳边没有陆暖挣扎的声音，这才回头看向泳池。陆暖已经沉到了泳池底。这一看，陆子期的脸色瞬间变白。暖暖，他扑通一声，不顾一切跳了下去。秦唐看见陆暖沉下去后，眼底闪过一抹亮色。陆暖死了才好呢。他故作虚弱地拉着四哥陆野衣袖，嗨嗨，四哥，我也要去救暖姐姐，她是因为我才会掉进水里的。陆野本来也很担心，听见这番话后连忙安慰秦唐，你别胡闹，有二哥就够了。陆暖这是自食恶果，他不会死的。陆野偏过头看向泳池，眼神有些复杂。陆暖在水里看着朝自己游过来的二哥，陆子期脸上的担心不似作假，刚才也是他一直逼自己认错道歉，对自己溺水挣扎冷眼旁观。这次他不稀罕他来救自己。陆暖眼底露出一抹嘲讽，转身游出了水面。上辈子经过溺水事件后，二哥逼着他跟秦唐学游泳，他因为被故意留在水里那1分钟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可为了让二哥满意，他拼着恐惧还是学会了游泳。但最后二哥也只夸了秦唐勇敢，克服了心理恐惧，但没人关心他怎么样了。陆子期的眼底只有秦唐。此时陆子期拦住了他的去路。陆暖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以为装溺水就能抹去你刚才犯的错？他总觉得陆暖好像变了不少，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？陆暖抬头看着面前的二哥陆子期，以前他最喜欢二哥了，因为大哥很严厉，只有二哥对自己亲近几分。可现在陆子期眼底只有厌恶跟不耐烦。秦唐柔弱的声音传来，二哥，这件事不怪暖姐姐，我知道她一向不喜欢我成为陆家的人，是我太贪心了，不该妄想有家人。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，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。四哥陆也抬头怒视陆暖，这下你满意了？要不是他爸爸为救你死了，他也不会成为孤儿，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这种白眼狼，还不如让你死了。陆子期皱着眉头，暖暖，做人要有良心，我们应该把糖糖当做一家人，这是我们陆家欠他的，更是你欠他的，明白吗？二哥，像他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他要是明白的话，就不会做出推糖糖落水的事情来。秦叔救一条狗都比救他好。听着这些薄凉的话语，陆暖只觉得浑身都冷透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宁愿自己没被救出来。他忍着肺部火辣辣的疼，哑着嗓子开口，的确是我的错，以后不会了，因为他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。既然他们喜欢秦唐当妹妹，那他退出。陆子期还以为只是意外，没想到真是陆暖故意将秦唐推下泳池。暖暖，你真是故意的，你知不知道糖糖不会游泳，会闹出人命的？他很失望，陆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？这时家庭医生赶了过来，陆野转头怒斥陆暖，你最好祈祷
少糖糖没什么事情，否则等大哥回来，有你的苦头吃。陆子期跟着走了几步，回头看见陆暖浑身湿透，小脸苍白一片的站在原地，顿时又有些心软。他开口：“你先回房间换衣服吧，宴会马上就开始了。”陆暖没吱声，很快就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，一直等到他们都走了，这才弯腰剧烈咳嗽，仿佛要把肺都要咳出来一样。他咽下喉咙的猩红气息，撑着身体回了房间。面前的卧室还有些陌生，上辈子这个卧室最后也给了秦唐，而他住在了秦唐的小房间。陆暖看见桌上的全家福，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小婴儿，旁边站着6个小男孩，正是他和6个哥哥。可惜他出生后没几年，父母出车祸意外死了。这时传来佣人的敲门声：“大小姐，宴会开始了，2少让您换好衣服下去。”知道了。陆暖打开房门，径直朝着外面热闹的场地走去。外面的宴会上，秦唐穿着晚礼服，一副清纯善良的邻家妹妹模样。2哥和4哥站在旁边，温和宠溺地看着秦唐，这一幕怎么看都很温馨。陆子期忍不住想起了陆暖，要是他能这么乖巧懂事就好了。这几年陆暖的性子越发的嚣张跋扈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陆暖来了！”一时间所有人都看了过去。面对大家的目光，陆暖只是面无表情。他穿着简单的便服，不过他头上戴着一顶精致的黄金凤冠，脖子上戴着一条祖母绿项链，手腕戴着玉镯，还有黄金手镯，手指上戴着一枚粉色大钻戒。见状，四周顿时爆发出了嘲笑声。陆暖好土啊，居然把装饰品都带出来了，跟个暴发户一样。我看陆暖就是故意的带这么贵的东西，想显摆，让秦唐难堪。陆暖大摇大摆地走到秦唐面前，他语气平静：“恭喜你，今天终于成为了陆家的一员。”秦唐看见陆暖身上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，心底十分嫉妒，只不过他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。秦唐先是缩了缩脖子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暖暖姐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哥哥们的，毕竟我永远都只是一个外星人，你才是他们的亲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比得过你呢？”秦唐说着话，眼眶都红了起来。陆暖嘴角勾着嘲讽：“好一朵我见犹怜的白莲花，他上辈子就是被秦唐这副人畜无害的做派骗惨了，临死前才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”陆野见状连忙解释：“糖糖不哭，谁说你是外星人了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陆野的亲妹妹。”秦唐垂下眼睑，挡住了一闪而过的得意。陆子期拿出一个盒子：“糖糖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”秦唐一脸受宠若惊：“二哥，这不是给暖暖姐的礼物吗？我怎么能要？”陆暖看见盒子里的限量版手办，一点也不意外，因为上辈子二哥也是好心替自己做主，把自己等了很久的手办送给了秦唐赔罪。陆子期催促着：“拿着吧，是他欠你的。”陆野看向陆暖，不满开口：“陆暖，虽然糖糖不跟你计较刚才推他落水的事，二哥也替你送了礼物，但你的诚意呢？”陆暖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所以特意带了赔罪的礼物。”他把身上的首饰全部取了下来，一件件挨个摆在盘子上。这是大哥送的古董凤冠，这是二哥送的祖母绿玉坠，这是3哥送的百年人参，这是4哥送的稀有粉钻戒指，这是5哥送的翡翠手镯，这是6哥送的金奖杯。陆暖挨个放在盘子上，这里面都是对我很重要的东西，作为赔罪的礼物应该够诚意了。他早就知道4哥会质问自己赔罪的事情，所以把这些整理出来了，反正最后这些也都会被要回去给秦唐。陆野看见盘子上的东西后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这些都是陆暖以前最宝贝的东西，他怎么敢？陆子期抿着嘴角：“暖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二哥，我说了，这些都是我道歉的诚意啊。4哥，你觉得这些够不够？陆暖神色冷淡，情绪都没有任何波动。秦唐看见盒子里的东西时有些诧异，不明白陆暖又想耍什么花招，以退为进吗？秦唐马上开口：“暖姐姐，这些东西可是哥哥们送给你的礼物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”陆野怒气冲冲：“没错，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，你怎么能转手送给别人？”秦唐脸上的笑容僵了几分：“是啊，暖姐姐，我只是别人而已，怎么配得上这些礼物？”陆野意识到说错话，立刻解释：“糖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的礼物我会重新再选，怎么能要别人收过的礼物呢？”秦唐顿时又破涕为笑：“谢谢4哥。”陆野的心瞬间软软的，看看，这才是乖巧妹妹的模样啊。陆子期有些无奈：“暖暖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这些礼物陆暖一直都很宝贝，谁都不准碰，没想到他居然全部拿出来给秦唐赔罪，是想跟他们划清关系吗？还是因为他私自拿他的手办用来给秦唐赔罪，所以赌气了？”陆子期觉得陆暖肯定不是真心想送出来，二哥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不满，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？陆暖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像糖糖一样有点长进？陆暖面无表情：“这些礼物的价值几千万，作为道歉的诚意，我就问够不够？4哥，你该不会舍不得吧？”陆野噎了一下，这能是一回事吗？当着秦唐的面，他支支吾吾起来：“我是这种人吗？那大家做个见证，这些礼物就作为赔偿了。”陆子期顿时有些恼怒：“暖暖，你别闹了，他怎么能把这些重要的礼物转送给别人？即便对老4赌气，也不能把他们送的礼物也一起转送了。二哥，你看我像是在闹吗？”陆暖把盘子塞进了秦唐的手里：“现在这些都是你的了。”秦唐拿着盒子，只觉得掌心发烫，他没想到陆暖居然会把这些拿来赔罪，这答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陆暖怎么忽然之间变得难对付了？秦唐的表情有些尴尬，总觉得陆子期跟陆野好像有些不高兴，要是不处理好的话，肯定会引起陆家兄弟的反感。陆暖也不等秦唐说话，转身就走。“陆暖，你给我站住！”陆野十分的生气，陆暖用他送的东西赔罪，这算哪门子的道歉？但陆暖头也没回的走了。陆子期皱眉：“暖暖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陆子期很不舒服，他送的玉坠是他赚了第1桶金以后买的，寓意都不一样。陆野此刻就像一拳打到了棉花上，憋屈极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他就是故意这么做来气我们的。秦唐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咬了咬牙，果然陆暖这一招以退为进有效果了，不能让那个女人得逞。秦唐捧着盒子弱弱开口：“二哥，4哥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我怎么可能要暖暖姐最宝贝的东西呢？我该怎么办啊？”
陆野板着脸，既然是他的赔罪礼物，你就收着，我看他指不定3天就后悔了。他等着看陆暖后悔的样子，到时候一定要狠狠奚落陆暖一番。陆子期语气温和，这样吧，糖糖，盒子你先替暖暖收着，等他气消了就行了。以前陆暖不是没闹过脾气，最后还不是好了。他不信陆暖真的不要这些礼物。秦唐露出一抹软软的笑容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陆子期叹了口气，曾经的陆暖好像也这么乖巧听话，希望他能早点懂事些吧。他看见旁边乖乖的秦唐，又露出一抹欣慰的表情，幸好糖糖不这样。陆暖独自回到房间后躺下，他得想想怎么离开陆家，怎么自己赚钱独立生活才行。上辈子高考后，他的成绩明明可以报重点大学，却因为四哥的一句话，他报了秦唐的2本学校，在学校当秦唐的老妈子，犯了错都是他背黑锅。最后秦唐还偷走了他辛辛苦苦做好的论文成果，而他被污蔑抄袭，最后被学校记过开除。这次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，他要去名校。宴会结束后，陆子期来到了2楼卧室外，他站在陆暖门前，犹豫了一下，敲响房门，不过里面没有任何回应，门也反锁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焦急的声音：“二哥，糖糖好像发烧了，你快来看看。”陆子期听后立马收回了手，他快步下楼，看见秦唐脸色通红的样子，显然体温不正常。我去开车，马上去医院。陆子期跟陆野一起送秦唐去了医院。2楼卧室内，陆暖躺在床上，脸色通红，不停的在出汗，他也发烧了。整个晚上他的身体轻飘飘的，不停的在做噩梦。第2天一早，陆暖就被不停的消息提示声吵醒，他黑着脸打开手机，是来自一个软件的私信提醒。他点开一看，几乎清一色全是谩骂。他对这些谩骂一点也不陌生，因为昨晚他推秦唐落水的过程被人传到了校园论坛上，秦唐在学校的人气很高，这些人全部义愤填膺的来骂他。陆暖的脑袋疼得快爆炸了，他亲自下场，以妈为中心，生殖器官为半径，直接开撕对骂。论坛帖子的消息瞬间刷到上千条。陆暖发完消息以后，直接把手机一扔，重新躺下。反正现在他也不用讨好陆家的人，也不用在乎名声，他不想活得这么憋屈了。没多久，外面传来佣人的敲门声：“大小姐，该起床去学校了，要迟到了。”陆暖想起他今天的确还要上学，他洗了个冷水脸，让自己清醒了过来，接着换好校服，拿着书包下楼。陆子期跟陆野正好从外面走进来，陆子期看见陆暖脸色有些红晕，他径直走过去，习惯性想摸一摸他的额头测试温度，可陆暖后退一步，躲开了陆子期的手，转身去了餐厅坐下。他要吃饱饭，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，才能有精力学习冲刺云大。陆子期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尴尬的放下。陆野冷哼一声：“我就说他是个白眼狼，而且身体壮得跟头牛一样，哪像糖糖，从小就身体弱，昨晚落水就着凉发烧了，谁生病陆暖都不会生病。”陆子期最终没说什么，也是，陆暖的身体一向很好。他走到餐桌前开口：“糖糖生病了，这几天在学校你要好好照顾他，明白吗？”陆野跟着附和道：“陆暖，糖糖的父亲救了你的命，你还差点害死他，你必须好好照顾糖糖才能赎罪。”陆暖低头认真吃早餐，虽然没胃口，但他还是逼着自己吃完。还有不到100天就要高考，考完他就能离开陆家了。陆野见他无动于衷，他一把抢过他的筷子：“跟你说话呢，没长耳朵。”陆暖抬头，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片平静。陆野的语气带着命令：“糖糖吃药的时候，你要去帮他接热水，中午替他去食堂打饭，记得跑快点，别让饭冷了。他去厕所不方便，你也要陪着一起去。他爸爸救过你的命，这是你应该做的，听清楚了吗？”陆暖声音冷淡：“听清楚了。”但他可没答应照做。陆暖面无表情走出别墅，抬头看着天空，把泪意硬生生逼了回去。他以为重活一次不会再难过了，可刚才听见四哥的话，他的心还是宛如针扎一样难受。他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生病了，2哥陆子期整夜守在自己身边，4哥陆野还给自己讲笑话，哄自己吃药。就因为秦唐身体弱，每次生病哥哥们第一时间关心，后来他就算发烧也只能自己扛。陆暖咽下喉咙的苦涩，坐上车去往学校。他到了教室后，原本喧闹的教室瞬间安静无比。刚才陆暖在贴吧骂人的战绩，现在传遍了全校，大家都怀疑陆暖是不是得了精神病，不知道陆暖究竟受了什么刺激，直接自暴自弃了。我看是再也洗不白，所以不装了才对，这才是陆暖本来的样子。陆暖听见四周的低声蛐蛐，他也不在意，书包一放，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。中午放学以后，秦唐来了教室，他的手上还打着吊瓶，他一出现，瞬间博得了同学们的同情跟关心。陆暖皱了皱眉头，换了个姿势继续睡。没多久，有人用力拍他的桌子，陆暖不耐烦抬头，他看见秦唐站在面前，身边的小跟班一脸不耐烦的样子。陆暖眯了眯眼睛，这2个女人是秦唐的小跟班，平时没少造谣组团霸凌他，还捏造证据跟他哥哥告状。秦唐弱弱的开口：“暖暖姐，中午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帮你打饭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”陆暖冷淡回答：“不需要。”小跟班1号怒气冲冲：“陆暖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糖糖自己都是病人，就是应该陆暖你主动照顾糖糖才对，因为你他才会生病的。”秦唐虚弱的咳嗽2声：“你们别这样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可以的。以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你们别再说了，免得他生气。糖糖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他欺负成这样。”陆暖有些不耐烦，他站起来准备离开教室。他刚走出来，秦唐忽然冲过来，结果支撑吊瓶的架子倒在了地上，正好秦唐摔在了碎瓶子上。真是巧合，特么给巧合开门，巧合到家了。教室里一片混乱，陆暖被吵得脑子疼，他张嘴刚想说什么，结果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陆暖醒过来的时候，鼻尖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这是学校的医务室，体温39度，撑这么久，是想体验人类高温自然熟。陆暖偏过头，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，他戴着口罩，眉眼清冷无比。
他想起来了，这是新来的校医，长得很帅，吸引了不少女孩子的关注，但嘴巴也特别毒。这位校医好像没待多久就走了。陆暖坐起身，感觉好多了，应该是点滴起了作用。他垂下眼睑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季池谦坐在椅子上，声音格外散漫，等你家属来接，免得死在路上。我不想对你负责。果然是毒舌校医啊！他哑着嗓子，我没有家人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传来陆野着急的声音：糖糖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四哥，我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，你别怪暖暖姐，她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笨手笨脚的才会弄倒了输液架。小跟班1号在一旁添油加醋，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糖糖特意去说帮陆暖打饭，结果陆暖拒绝了，怀恨在心，故意绊倒了糖糖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小跟班2号跟着附和，没错，糖糖自己都生病了，还惦记着陆暖没吃饭，结果陆暖居然这么恶毒推倒他。陆野听完后，心底的怒意刺啦一下就燃了起来，他的声音压抑着怒意：陆暖在哪儿？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怎么好意思让糖糖给你打饭？他爸爸当初就该让你死在那场车祸，免得你活着折磨他女儿。陆暖听后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，果然跟上辈子一样，秦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下一秒，陆暖旁边的帘子被用力拉开，陆暖抬头，他小脸苍白，整个人病恹恹的。陆暖你，陆野看见陆暖的样子，剩下的话哽在了喉咙。陆暖低头，捂住嘴，剧烈咳嗽起来，他后背单薄，弯着腰，好像能把肺咳出来。陆野语气不善，别以为你故意装病，我就不会教训你，让你在学校照顾糖糖，替他接水打饭，结果你倒好，反而让他一个病人来给你打饭，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故意绊倒糖糖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陆暖忍着咳嗽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是糖糖自己没站稳摔倒的？这样拙劣的借口，你觉得我会相信？你承不承认是你故意这么做的？陆暖的眼眶发涩，挺直了后背，我不承认。啪的一声，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，瞬间火辣辣的疼，不过脸上再痛，也比不过他心底受到的伤害。陆子期大步走进来，拉住了愤怒的陆野，老四，你动手做什么？二哥，他做了这么恶毒的事情还不承认，我没这种心狠手辣还死不悔改的妹妹。秦唐站在门口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红着眼眶开口，四哥，我都说了是我的错，不关暖暖姐的事情。糖糖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我今天必须要好好教训陆暖，免得他学坏。陆野还想动手时，季池谦唰的一下拉开椅子，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。陆暖闻声看过去，季池谦面无表情，半靠着桌子，眉眼又青又冷。你们是学生家属？陆子期点头，对，我们是他哥哥，他高烧39度，疑似有感染，需要进一步检查，并且还低血糖，有点营养不良。陆野有些愕然，他真生病了？他还以为陆暖为了逃避责任装病。季池谦声音不紧不慢，那你们应该去检查一下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，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。这丫头脸色苍白，一脸病容，很难看出来正在生病吗？陆野被噎了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季池谦凝声音冷淡，字面意思，虽然她是你们家收养的继妹，但既然养了就要负责。陆暖听见继妹2个字后，眼底带着一抹嘲讽。陆子期连忙解释，她是我亲妹妹，不是收养的。季池谦挑眉，这得拿放大镜才看得出来，如果不是你们说是家属，我都准备报警了。这里有人对未成年实施暴力。陆野看见陆暖红肿的脸，他语气不善，你懂什么？我是在叫他。陆子期哑口无言，他还以为陆暖身体健康，不会像秦唐一样因为落水就生病。陆野一脸不屑地看着季池谦，你不知道，陆暖一贯喜欢装病逃避责任，这次还故意让糖糖受伤。糖糖的父亲为了救他去世，有时候我真的想挖开他的心看看，到底是不是黑的。陆暖嗓子火辣辣的疼着，本来想辩解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秦唐咬着唇瓣，这些都是我的错，怪我不该笨手笨脚的，也不该逞强想给暖暖姐打饭，的确是你的错。季池谦眉眼青了，既然你生病输液就不该去教室，明知道生病也不该去给别人添麻烦，别装出一副你弱你有理的姿态。陆暖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愣愣看着面前的毒舌校医，他居然会替自己说话，他相信他吗？陆暖瞬间眼眶有些泛红，连一个陌生人都知道的道理，但他的哥哥们却不明白，或者说他们其实明白，只不过偏心秦唐，不想明白而已。秦唐的表情瞬间僵住，这校医什么意思？没看见他生病还要给陆暖打饭吗？这校医为什么没被他心地善良的行为打动，反而替陆暖说话？这不对啊，他每次用这招都有效的。秦唐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，只能委屈巴巴的低下头。陆野上前维护秦唐道，糖糖生病也来上课，是因为不到100天就要高考，他不能落下课程，他是好心想跟陆暖缓和关系，可惜某些人不领情。陆暖只觉得很讽刺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四哥还叮嘱自己好好照顾秦唐，给他端茶送水，他做这些事就不耽误学习了吗？原来他也知道还不到100天就要高考了，只是他的考试没有秦唐重要而已。陆子期开口，老四，你先带糖糖回去养伤。二哥，我说的话你也不听了。陆野闭上嘴，带着秦唐走了。医务室重新安静了下来。陆子期皱眉，明明你要是不想照顾秦唐就算了，但你以后也不准再做这样的事情。陆暖低着头，现在他嗓子很难受，一个字都不想多说。他拉过被子，直接蒙住了自己的脑袋。陆子期也有些恼了，陆暖，你要是再这么胡闹下去，我也不能再包庇你了。他伸手拉开了被子，你跟我回去再说。今天必须要跟陆暖谈谈才行，秦唐不能再继续受到伤害了。这时季池谦按住了陆子期的胳膊，他这瓶输完才能走，家属去外面等。季池谦目光冷傲，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。陆暖愕然抬头，看着他站在
在二哥面前，背影高大无比。他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一道伤疤，猩红丑陋，但格外引人注目。他的腿上也有这样的伤疤，看样子是小时候车祸留下来的。难道他也经历过车祸吗？陆子期毫不示弱，我是他哥哥，我要接他回去。家里有医生，既然家里有医生，为什么任由他发烧这么久？陆子期顿时有些心虚，是他自己没说生病的事情，并且他早上也想摸摸陆暖的额头，是他躲开了自己的手，这能怪他吗？说不定陆暖就是故意拖延病情，为了逃避责任。季池谦声音不悦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想强制带走他，我会报警说你们虐待未成年，并且根据法律规定，如果孩子受到家庭暴力，他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。我是他亲哥哥，是他的监护人。可刚才我也亲眼看见你们打他，实施暴力，这里也有监控作为证据，我相信警官会做出如实的判决。季池谦从容不迫，丝毫没有退让。他现在不想跟你们走，你们没资格强迫他。陆暖心间微颤，偷偷看了一眼挡在面前的男人。陆子期喉头微动，最终松开手。他失望地看着陆暖，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下去，等大哥回来我也保不了你，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陆子期说完便离开了。陆暖恍若松了口气一样，重新靠在了床头。他眼底带着自嘲，还能想什么？想跟上辈子一样低头，小心翼翼讨好他们，最后落得被赶出家门，还被关在精神病院惨死的下场吗？他才不愿意。拿着。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纱布包着的冰袋，陆暖接过冰袋，敷在红肿的侧脸上。他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男人，小声开口：“刚才谢谢你。”他声音轻了：“你为什么不解释？”陆暖低头，露出一抹苦笑：“你信不信我以前解释过很多次，甚至还拿出了证据，他们都不相信我，只觉得我在撒谎。”房间短暂陷入了沉默中，陆暖也没想解释太多，很多外人都不相信他说的话，只觉得他不听话。季池谦淡淡开口：“很难不相信。”陆暖心神微愣，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。季池谦上前一步，伸手放在他的额头上，温度降了。陆暖愣住，他的手有些凉，很舒服。他现在感觉好多了，也不这么难受。他看向他的手腕：“你手上的伤疤也是车祸留下来的吗？”季池谦的手猛然一顿，快速收了回来。他把空吊瓶取下来，半晌后才回答：“没错，是车祸。”他的手撑在桌沿，一直背对着陆暖，他的侧脸逆着光，有些看不清表情。陆暖把裙子往上拉了一截：“我也有，在腿上，这里。”跟你的伤疤是不是很像？季池谦回头看见她纤细的腿，皮肤很白，显得大腿上的伤疤很突兀。只不过她的裙子似乎撩得有点高，都走光了。他看了一眼，迅速偏过头：“小孩，不要随便在男人面前撩裙子。”可你是医生啊！季池谦喉头微动，可他也是男人，没人教他这些吗？他接着说：“这个伤疤可以治好，为什么不恢复？”陆暖脸上的表情变淡了几分，心脏传来阵阵的疼痛。因为三哥陆西城说，这道伤疤代表着父母的存在，要等他将来抽时间亲自帮他恢复。他信了，可最后陆西城却一脸厌恶地看着他腿上的伤疤，说讨厌这道伤疤，说永远都不会帮他治，说是他连累了父母死亡，说这伤疤是他害死父母的烙印，他这辈子都要记住这件事。他当时备受打击，甚至真的以为是自己害死了父母，对哥哥们越发卑微讨好。陆暖想起往事，难受的有些无法呼吸，但他现在无法启齿这个原因。他反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为什么不治？”“我是男人，无所谓，小姑娘还是治一下比较好。”陆暖扯出一抹艰难的笑：“以后再说吧。”季池谦见他低着头，也没多说什么。他坐在旁边打开电视，陆暖注意到电视的画面居然是游戏直播，并且还是他六哥陆流此刻正参加的比赛。六哥缺席秦唐的宴会就是为了这次的比赛，只不过最后输给了北城季家的小少爷。陆暖想起上辈子六哥陆流输掉比赛后，还被对方狠狠嘲讽了一番。六哥回来以后，气急败坏，重新组建了家族战队，二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。还有他，虽然预选赛失败了，但还有复活赛。他们靠着复活赛一路逆袭，最后在全国比赛时又对上了北城季家的小少爷。那个时候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训练游戏，研究北城季家战队人员的特点。好在比赛的时候赢过对方。比赛游戏里没有秦唐，因为秦唐游戏天赋不高，只能当个替补，所以他喜欢在游戏里跟哥哥们一起战斗的感觉，没有外人打扰他们一家人。他为了这个电子竞技比赛，甚至连高考刷题都顾不上了。可在他们赢了关键的一局后，冠军唾手可得时，哥哥们叫停了比赛，他被换下来，让秦唐上场。最后他们赢了比赛，成为全国冠军。哥哥们带着秦唐踩着他的努力成果，站在了第1名的领奖台上。秦唐怀里捧着属于他的奖杯，站在哥哥们中间，笑得一脸幸福。陆暖看着电视上的游戏画面，心好像破了一个洞，怎么都补不好。哭什么？这又不是肥皂剧，值得你这么感动？陆暖回过神来，刚才想起上辈子的事情，没控制好情绪。这时他眼前出现一张纸，男人的手指修长又好看。他接过那张纸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看向他：“你会玩这个游戏吗？小孩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准备考试，而不是打游戏。”季池谦坐在椅子上，懒散地靠着，也没看他，而是关注着比赛。陆暖也看向了比赛画面，他认真开口：“陆天战队会输。”陆天战队也就是六哥所在的队伍。季池谦嘴角微勾，看来你挺有眼光。比赛结束后，陆天战队毫无悬念地输了。陆暖看见直播画面上六哥陆流的脸色极度难看，甚至还砸了键盘。六哥的脾气一向如此暴躁，看见六哥输掉比赛，他居然有点高兴。等六哥回来，肯定要重新组织战队。这一次他不会再替陆家打比赛，他要替自己打拼，成为职业选手，然后赚钱上大学养活自己，再也不想动不动就被停掉生活费，以此来威胁他听话，甚至让他放弃一本学校，去秦唐所在的2本院校。他要经济独立，才能摆脱陆家的控制。游戏职业选手在现在不被商业看好，但是明年直播兴起以后，职业选手还可以直播赚钱，这对他来说有上辈子游戏的经验，这是最快也最不费力的赚钱办法。陆暖
暗自下了决心。直播比赛结束后，季池谦回头看了一眼，走到他身边，把打吊瓶的针取了下来。他拿了根棉签，按在陆暖的手背上，药在桌上，你拿了就可以走了。谢谢啊。陆暖拿着药离开了医务室，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有个年轻男人走进来，他吊儿郎当的开口：谦哥，难得看见你英雄救美，不过这小姑娘在学校名声不怎么好，在校园贴吧骂得可凶了，你可别被她给骗了。季池谦漫不经心的开口：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好奇啊，你为什么偏偏来了这所高中当校医，甚至连小季末的比赛都没去现场看，害得他比赛时心不在焉的找你，差点被陆家那小子偷袭成功。你告诉我原因，我马上就走。季池谦取掉口罩，挽起袖子，露出了那一道丑陋的伤疤。顾子枫看见后神色变深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没放下吗？当年那场车祸跟你没关系。不对，这个女孩该不会就是……陆暖打车回了陆家，他走进大厅，就听见秦唐的声音，听起来其乐融融的样子。只不过他一出现，气氛就变僵了不少。陆暖面无表情地走过大厅，准备直接回房间。陆也大声开口：陆暖，你给我站住！回家看见长辈连招呼都不打，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态度吗？别以为有个什么校医给你撑腰，你就以为有靠山了。离开我们陆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陆也越说越生气，直接站了起来。你觉得我们偏心秦唐，也不看看你对他做了多过分的事？他爸爸救过你的命，我们是在替你还债。陆暖听得十分心累，他停下脚步：二哥，四哥，我回来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说完后转身上楼。二哥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秦唐开口：四哥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糖糖的错。也许我离开陆家，暖暖姐就不会这样赌气了。别说傻话，要走也是陆暖走。陆暖听到了这些对话，他加快脚步回到房间，直接反锁门。他仰头看着天花板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这次他不会再执着狗屁兄妹情了。第二天晚上放学回到家，陆暖看见六哥陆里坐在沙发上，只不过脸色很臭。秦唐一脸娇俏的跑过去：六哥哥，你回来了，这段时间我好想你。陆里本来心情不好，但被秦唐哄了一番后，脸色好多了。陆暖看了一眼两人互动，转身上楼。陆里抬头开口：陆暖，四哥说你变得越来越不听话，原本我还不相信，现在你连一声六哥都不肯叫了。陆暖无奈叹了口气，转过身乖乖叫了声六哥，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准备重新组建战队，二哥、四哥都同意了，你也来。陆暖的手死死捏着书包，来了。上辈子六哥也是这么说的，为了哄六哥开心，为了得到哥哥们的关注，他毫不犹豫的答应，然后拼命的训练，甚至连高考都被耽误了。最后换来什么？往事一幕幕浮现。上辈子要不是他拼命比赛，根本打不进决赛，没想到到最后时刻把他下了。换上秦唐上场，把唾手可得的冠军荣耀拱手让给了秦唐，他的付出算什么？所以这次他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陆暖眼神坚定：六哥，我想全力准备考试，不想打游戏分心。陆暖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居然拒绝我的邀请？陆里的表情变得不太好看。他刚才提出让陆暖加入战队，根本没想过这丫头会拒绝。毕竟这些年陆暖对他言听计从，从来不会忤逆自己。陆暖不卑不亢开口：既然是邀请，那我也可以拒绝。陆里表情难看，有些下不来台。他生气的开口：陆暖，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，别赌气，免得到时候我不给你机会，你得哭着来求我。他听四哥说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陆暖甚至赌气，把他送的金奖杯拿来给秦唐赔罪了。那是他成为职业选手后第一次冠军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陆暖怎么敢转手送出去的？秦唐小心扯了扯陆里的衣袖：六哥哥，你别生气，能加入你的战队是我做梦都想的事情。暖暖姐想通以后会同意的。秦唐不说还好，这么一说，瞬间激起了陆里心底的怒火。他觉得陆暖不识抬举，居然敢拒绝自己。陆里恶狠狠地盯着陆暖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想好了回答，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家族战队？陆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，原来六哥也是只老虎，被秦唐拿捏得团团转。秦唐故作关心：暖暖姐，你就赶快答应吧，别惹六哥哥生气了。陆暖看过去：秦唐，既然你做梦都想加入战队，那我把位置让给你吧。说完便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拿出书包开始做作业，很多内容他都生疏了，必须争分夺秒补起来。直到佣人来敲门：大小姐，该吃晚餐了，给我送上来吧。可二少爷他们都在餐厅等您一起。陆暖知道这就是不让他一个人在房间吃饭的意思，他紧紧捏着笔，想到现在自己还没脱离陆家的掌控，只能暂时应付一下。他起身去了餐厅。二哥、四哥、六哥还有秦唐都在，陆暖直接坐在了最角落的位置，默默拿过盘子吃东西。餐厅的气氛有点沉闷，不过很快传来秦唐娇笑的声音。陆里看了一眼陆暖，故意说道：糖糖，等下我们亲自教你打游戏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很快就能学会，不比某些人差。秦唐眼底露出一抹惊喜：六哥哥，我会努力的，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。陆暖听见这些话也无动于衷，让秦唐加入也好，到时候复活赛失败，陆里再也没机会参加比赛了。他一直低头吃着饭，根本没抬头看那边其乐融融的几个人，也不像以前那样摆脸色闹脾气，因为他现在根本不在乎了。吃完饭后，他站起来看过去：我吃完了，你们慢慢吃。陆子期抬头，居然没看见陆暖吃醋闹脾气，他心软开口：暖暖，你真的不打算加入家族战队吗？你的游戏天赋不错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一起拿冠军。他心中想着，陆暖，这个台阶我给你了。陆暖听见一家人三个字的时候，心底只觉得荒谬。他回答得很果断：我不打算加入战队，我想认真学习准备考试。陆里阴阳怪气开口：你之前求着我教你打游戏，晚上追着跟我一起训练，还说要当正式队员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要认真学习？陆暖的心有些隐隐作痛，他之所以追着六哥打游戏，也是为了跟六哥打好关系，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。至于现在没这个必要了，之前打游戏耽误了学习，上次月考的成绩下降了不少，所以才不想继续打游戏了。陆里被堵得哑口无言。行，反正你别后悔，到
到时候比赛开始，外人就只看得见秦唐一个人，觉得他才是我们陆家的一员，那也挺好的。陆暖不想过多废话，转身离开了餐厅。第二天放学后，陆暖跟秦唐一前一后来到校门口，司机在外面等着。秦唐站在车面前道：“对了，我今天要去训练营，司机大叔要先送我过去，我们就不顺路了吗？”司机大叔板着脸：“大小姐，我接到6少爷的电话，要先送糖糖小姐过去，不能耽误时间。”陆暖毫不在乎：“没事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”秦唐坐上车，表情带着一丝兴奋：“暖暖姐，回头我会劝6哥哥的。”陆暖扭头就走，留了个后脑勺给秦唐。秦唐看着他的背影，暗自咬了咬唇瓣：“陆暖，你等着瞧，终究有一天我会抢走你的一切，这是你欠我的。”陆暖百无聊赖地站在路边，忽然不太想回陆家，不如在学校附近找一下自习室。小孩放学了不回家，在路边晃什么？陆暖回头就看见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，他愣了一下，居然是毒舌校医季迟谦站在他面前，问你话呢？我现在不想回去，想找个自习室做作业，跟我来。陆暖看着他背影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了上去。到了后发现是学校的医务室，他站在门口很疑惑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的病都好了。季迟谦点了点桌面，这里比自习室安静，更安全。陆暖思考了一下，好像也有道理，他把书包放下，那就打扰了。他拿出课本资料，开始认真做作业。季迟谦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去了外面会诊室，顺手关上了门。陆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。他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名牌，上面还有毒舌医生的照片，原来他叫季迟谦啊！看够了没有？陆暖被抓了个正着，他红着脸把名牌放回去。我没乱翻，无意中看见的。作业做完了？有些不会的没做，明天去问老师。季迟谦走到他面前，把作业本抽过去，这么简单都不会？陆暖稍微被打击到了，他低头看着课本，以前不认真，被别的事情耽误了学习。季迟谦拿过笔，听着，我只说一次。他在草稿纸上一边写一边解题。陆暖愣住，看向面前的男人，心情忽然变得很复杂。因为秦唐的缘故，他没什么朋友，就连老师都不怎么喜欢他，从来没人主动给他讲过题目。季迟谦垂眸，就你这注意力，上课都用来走神了。陆暖连忙回过神来，对不起，我会认真听。季迟谦看见他乖巧的样子，又耐着性子讲下去。陆暖坐着，他站在旁边，单手撑着桌面，演算解题过程。你脑子是直线，不会拐弯吗？这跟上一题是一样的解法。这道题这么简单的误导，你看不出来？眼睛是摆什么？他声音冷淡没有起伏，但骂起人来戳人肺管子。幸好陆暖早就知道他是毒舌校医，否则就崩溃了。陆暖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他收起做好的作业，谢谢你季医生，你好厉害，连这些都还记得。季迟谦转动着笔，目光带着审视，你家里没请家教？陆暖抿着嘴巴，我不想欠他们，补课多贵啊。他现在没钱，也不想对陆家人开口。陆暖小心翼翼抬头，季医生，我以后不懂的可以来问你吗？男人偏过头，语气有些不自然，没空。被拒绝后，陆暖也没生气，乖巧的收拾书包。季迟谦敲了敲桌面，偏过头补了一句，看我心情。陆暖露出一抹笑，谢谢季医生，不对，谢谢季师傅。没等他反应，陆暖拿着书包就跑了。季迟谦半眯着眼，勾着一抹懒洋洋笑意，也罢，就当做打发时间了。陆暖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家里一人也没有。他打开手机，就看见秦唐发的朋友圈，跟哥哥们一起吃大餐了。陆暖只是看了一眼，随即关掉了朋友圈。第二天，陆暖起床去餐厅吃饭，哥哥们都还没来，只有秦唐一个人。秦唐暗戳戳的炫耀，我昨天去战队训练的时候进步了很多呢。陆暖坐下后面无表情的吃东西，也没搭理秦唐。秦唐心情很好，他想着陆暖虽然表面上淡定，但实际上肯定气疯了。陆暖3两下就吃完了早餐，他直接走了出去。司机大叔却站在旁边不动，糖糖小姐还没出来，要等他一起走。陆暖坐在车内等了10多分钟，秦唐都还没来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有些烦躁，再不来就要迟到了。陆暖不准备等了，打开车门要走。这时4个陆也走了出来，你多等一会儿，糖糖又能怎么样？他爸爸以前就救过你的命，也没丢下你就跑，结果你现在连等糖糖一会儿的耐心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秦唐姗姗来迟。秦唐一边跑一边道歉，对不起，刚才我跟6哥哥他们商量打比赛的事情，一不小心忘记了时间。陆也淡定开口，没关系，你也是替家里出了份力，总比某些白眼狼好。路上司机大叔开得很快，不过最后还是迟到了。两人跑到教室门口，正好被班主任抓了个正着。秦唐脸色苍白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不好意思老师，都怪我耽误了时间，才会连累暖暖姐也迟到的。陆暖板着脸没说话，班主任看了两人一眼，对秦唐和颜悦色道，我懂的，不用解释这么多，你先进去吧。谢谢老师。陆暖跟着往里面走，耳边却传来班主任严厉的声音，陆暖，你以后别拖后腿连累秦唐，下不为例。陆暖回头，老师，刚才秦唐说得很清楚了，是他连累我迟到。行了，你平时是什么性格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在狡辩就出去站着上课。陆暖不想错过听课的机会，他沉默着走进教室，真希望早点考试，这样他就可以早点摆脱他们了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秦唐身边围着不少人，听他讲职业战队的事情，引得大家都十分羡慕。小跟班瞥着陆暖道，某些人估计是嫉妒糖糖，才会故意拖延时间迟到。秦唐的脸色带着笑意，却没有解释。陆暖趴在桌上睡觉休息，没搭理这帮人。下午放学后，秦唐故作炫耀般看着陆暖，我今天也要去训练营呢。陆暖默默装好课本，背着书包走出了教室。秦唐看着陆暖的背影，露出一抹得逞的神色。他看着小跟班道，今天的作业老样子帮我做了，别被老师发现啊。你放心去训练营追梦，我们肯定帮你打好掩护。谢谢啦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秦唐高高兴兴的走了，这次一定要把陆暖踩在脚下，她才是陆家最合格的妹妹。陆暖背着书包径直去了医务室，季迟谦坐在椅子上，温文尔雅的脸上多了几分戏谑。有事？
陆暖熟门熟路的走进来，嗨嗨，我来做作业，求收留。季池谦看着他自来熟的样子，倒是很意外，还以为他胆小懦弱不敢来了。但是他问季池谦问题的时候，还是被骂惨了。陆暖一个字都没反驳，全部乖乖记录好。房间很安静，他的肚子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。陆暖闹了个大红脸，他之前吃了一个面包，结果还是饿了。季池谦看了一眼时间，于是点了一个外卖，先吃饭。陆暖坐在他面前，看见男人手腕露出的伤疤后，他忍不住问出口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车祸啊？严重吗？”季池谦默默打开外卖盒子，摆在了桌上，他眼神雾蒙蒙一片。很多年了，我也是，我爸妈也在那场车祸中去世了，剩下我跟哥哥们相依为命。陆暖想起以前对哥哥们的依赖，眼底闪过一抹自嘲。原本父母去世后，他跟哥哥们过了一段时间的苦日子，那个时候他们兄妹的关系很好。自从秦唐出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季池谦的手紧紧捏着筷子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考云大，离开这个城市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口气倒不小，就凭你现在的成绩，冲击云大没什么希望，还剩下这么久的时间，我会努力的。季池谦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以后别问太简单的问题。陆暖笑了笑，那就是他还可以继续问的意思了。一连几天，陆暖放学后都赖在医务室，直到做完作业才走。只不过秦唐却因为训练游戏，白天上课开始心不在焉，甚至睡觉。陆暖看见秦唐在朋友圈炫耀训练营的照片，还有在游戏里跟哥哥们并肩作战的视频。季池谦走到他身边，看见他手机里的游戏视频，不认真做作业，还想玩游戏。陆暖摇了摇头，没有，只是随便看看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，下周月考，如果你能进前100名，允许你玩游戏。陆暖仰头笑着说：“那师傅带我一起玩吗？”他知道季池谦也会玩这个游戏。季池谦半低着眉眼，很久不玩了，等你考进了再说。一言为定哦。陆暖看着季池谦的背影，他一定要考进前100名，毕竟季池谦一副他很厉害的样子，自己上辈子打游戏也很厉害，到时候也许可以在游戏里面悄悄惊艳一下季池谦，找回一点他的自尊。陆暖忽然有点期待了起来。他做完作业回家，只不过走进大厅的时候，却看见二哥陆子期坐在沙发上，他咯噔了一下，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这几天哥哥们不都是在训练营，基本上回来的都很晚了。陆子期语气严肃：“去哪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”陆暖的心悬了起来，不能被发现他去医务室做作业，不想自己最后一点清静的地方都没了。他低头看着地面，去外面的自习室了，那边人多，比较有学习的氛围。书包给我。陆暖把书包递过去，二哥翻开他的作业本，看见里面密密麻麻的笔记，还有错题册。陆子期看完后一脸狐疑，管家跟他汇报说陆暖这几天都没按时回来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没想到他还真的在学习。陆子期把书包放下，暖暖，我们谈谈。二哥，你想谈什么？陆子期看着面前平静的陆暖，忽然觉得他变了很多，但是具体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要是以前，陆暖肯定委屈巴巴的哭了，甚至还要告状。可现在他什么都没说，总感觉陆暖现在越来越不受控制了。这段时间糖糖进步得很快，如果你跟着一起去训练，肯定也能一起进步。你很有天赋，可以少抽一点时间来训练营，也不耽误学习。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不好吗？大哥回来看见我们这么和睦，也会很高兴的。陆暖低头，眼神带着嘲讽：“我不想参加战队。”陆暖，秦唐是我们家的一员，你也是，我们要共同进退，而不是像你一样排挤他。毕竟他爸爸救过你的命。陆子期就不明白了，他给了他这么多机会，陆暖怎么不知道把握好？他们对秦唐这么好，还不是为了替他报恩？大厅很安静，凝滞的空气似乎压得陆暖喘不过气来了。他紧紧捏着手，快忍不下去了，去特么的！陆暖嘲讽开口：“二哥，是不是让我把这条命赔给秦唐，你才会满意？”陆暖挺直了后背，他知道秦唐父亲救了自己的命，所以大哥把秦唐接回家时，他也没反对，甚至对秦唐就像对亲妹妹一样。可时间长了，他才发现秦唐在悄无声息抢走自己的哥哥，所以他跟秦唐关系才会变得这么不好。陆子期大声呵斥：“陆暖，你看看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做这些是要你的命吗？这是为了让你跟糖糖好好相处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吗？你究竟要赌气到什么时候？”陆暖刚想辩解，下一刻，所有积压在心口的话全部都烟消云散。现在他不想再像上辈子那样，为了哥哥们牵动自己的情绪，他不会再解释，也不会在意他们的想法。陆暖默默收拾茶几上的课本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回房间了。陆子期坐在沙发上，一副为难头痛的样子。陆暖，如果你现在答应加入战队的话，我们对你之前做过的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咎。陆暖闻言只觉得很可笑，头也不回的上楼。陆子期心情很烦躁，直接点燃了一支香烟。此时管家走过来：“二少爷，既然大小姐不愿意就算了，好在有糖糖小姐在。”陆子期拧着眉头：“这不一样，二少爷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几天你们都没回来，大小姐回来后从来没问过你们，冷心冷肺的样子，我看着都觉得心寒。”陆子期直接掐灭了香烟，开车离开了别墅。晚上陆暖一直在复习错题集，不小心就熬夜到了天亮。他慌忙收拾好书包下楼，去餐厅拿了3明治后，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陆子期第一个下楼，他看着陆暖的背影皱起了眉。他起来的这么早？这几天大小姐都是自己出去坐车，没有坐司机的车，就因为周一的时候糖糖小姐跟你们讨论事情，耽误了一点时间迟到。大小姐后来赌气，就再也没坐过司机的车。陆子期闻言表情变得复杂了几分。此时陆也走了过来：“至于吗？不就是差点迟到而已吗？这么小气，做给谁看？”陆里也走了过来，他打着哈欠：“二哥，陆暖就是为了演戏给你看，好让你心软。如果这次你妥协了，那将来陆暖只会变本加厉。”陆子期最终也没再说什么，他也觉得陆暖应该吃点苦头了，明明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珍惜的。秦唐听见这番对话，眼底闪过笑意，他蹦蹦跳跳的下楼：“二哥，四哥。”
六哥早啊，我们一起吃早餐吧。陆子期看见秦唐活泼开朗的模样，心情变好了不少。还好这个妹妹没长歪。今天放学后，陆暖这次没去医务室，而是直接回了陆家。他怕被二哥发现端倪，得小心一点才行。果然他回来以后，管家就一直盯着他，让人很不自在。吃完饭后，陆暖直接回了房间，然后将门反锁。做作业做到一半，他拿出了手机，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跟季池谦说一声，毕竟自己今天没过去。不过他好像也没有在等自己，每次都是他厚着脸皮过去的。到底要不要发消息呢？陆暖盯着手机有些犯难，要不晚点再发。陆暖放下手机开始做作业，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，大概是昨晚熬了通宵的缘故。他趴在桌上打算眯一会儿，结果一不小心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陆暖是被闹钟吵醒的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怎么就早上了？陆暖收拾好作业下楼，急匆匆的去了学校。到了中午，他纠结了一会儿，转头去了医务室，只不过没看见季池谦。他鼓起勇气问了里面的医生：“季医生呢？”季医生吃饭去了。陆暖点点头，他打算放学后再来找他。下午放学后，陆暖再次去了医务室，依旧没看见季池谦，还是白天那个医生在这里。那个医生看着他：“小姑娘，今天是我值班，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不要想这些事情，对你们来说还太早了。”陆暖闹了个大红脸，但他也没解释。后面几天他偷偷去医务室，却都没看见季池谦，一时间他有些失落，大概是习惯了他会在医务室等自己。陆暖发现他居然开始依赖季池谦了，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绝对不能依赖别人，他这辈子要靠自己。他静下心来，全身心准备这一次的月考，他不能输。考试结束后，陆暖觉得考得还不错，应该能进前100，只不过大家都怨声载道，觉得这次的题目有些难度。他拿出手机点开跟季池谦的对话框，最终也不知道发什么过去，好像他们也不是很熟。陆暖把握不好人际关系，烦躁地关上了手机。陆暖收拾好书包回到家，客厅里很热闹，哥哥们都回来了，居然没去训练营。他出现后，客厅立马变得安静不少。陆暖停下来，声音客气疏离：“二哥、四哥、六哥。”陆离挑眉看过来：“今天的考试怎么样？你为了所谓的努力学习不加入战队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考得有多好。”面对六哥的打击，陆暖也没放在心上。我会努力的，努力提高成绩，努力考上云大，远离你们。陆也嗤笑一声。陆暖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，高1高2也没考多好，都要毕业了临时抱佛脚，只不过是看起来努力而已。最后排名还不是在糖糖后面。秦唐笑着开口：“四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暖暖姐最近很用功，老师都夸奖她了。成绩排名也不能代表一切呢。”陆暖紧紧捏着书包，愤怒席卷了胸腔。上辈子她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，那是因为每次自己考得比秦唐好，秦唐都会来找自己的麻烦，然后导致哥哥们不喜欢她。陆暖为了不让哥哥讨厌自己，故意考试随便写，所以他每次的成绩都比秦唐差。上辈子高考的时候，他就是想压过秦唐一头，证明自己比秦唐厉害。可最后呢，大哥却逼着自己跟秦唐报同一所大专。想到这些，陆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先回房间了。第二天周末，陆暖睡了个自然醒。他下楼吃饭的时候，大厅没有人，估计去训练营了吧。他拿出手机，思前想后，还是给季池谦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师傅，我上周放学没去医务室，是因为我二哥发现了我没按时回家，担心他发现我的秘密基地，所以我才没来的。”陆暖发完消息后，盯着对话框看了半天，却没等到任何的回复。另外一边，季池谦看着收到的消息，细眸微眯了一下：“谦哥，是谁给你发消息？”季池谦直接锁屏。顾子峰挑眉，看头像是个女孩子，该不会是你那天帮的那个女孩？叫什么暖对吧？你的废话有点多，我看你就是心虚。上周一直在医务室加班，忽然就不去了，这几天还板着一张脸，难道是跟他闹矛盾了？季池谦偏过头，眼神中带着危险：“不要好奇我的事，我们是穿开裆裤长大的，你什么事我不知道，少装。”季池谦拿着手机去了阳台，他垂眸看了一眼对话框，在他眼中，医务室是秘密基地吗？他下意识笑了笑，点开了他的朋友圈，基本上是一些日常分享，很小女生风格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发现自己在他身上停留了太多时间，这种感觉有些失控。季池谦直接退出聊天软件，转身回了客厅。陆暖等了一天，也没等到他的回复，难道生气了？但他也不敢继续发消息打扰他，等周一出了成绩以后再说。第二天，陆暖到了学校，大家都在讨论这次的考试成绩。小跟班看了一眼陆暖，故意大声道：“某些人这段时间这么努力，不知道考了多少分。”陆暖故作淡定地拿出课本复习，其实他心底紧张得很。没多久，班主任拿着成绩单过来，大家瞬间都激动了起来。班主任拍了拍桌子：“都安静一下，这次普遍考的都不怎么好，现在不是懈怠的时候。”特别点名秦唐同学，这次退步了200多名。秦唐的表情瞬间变白了不少，他知道自己最近状态不对，但没想到考得这么差。班主任又看向陆暖，不过陆暖进步了不少，以后继续保持。小跟班追问：“老师，陆暖考了多少名啊？”他现在排名年级100。这句话一出，教室瞬间炸开了锅。陆暖闻言露出一抹笑容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，他心情很激动，这下可以跟季池谦汇报成绩了。看来他这段时间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。根据这个进度来看，后面只要他一直努力的话，说不定真有机会冲云大。老师，我怀疑陆暖的成绩有问题，他不可能短时间进步这么多。这句话说出来后，教室变得很安静，几乎所有人都看向了陆暖，眼神都带着怀疑。班主任看着陆暖的排名后，其实心底也有一些怀疑，但最近陆暖的确也很努力。秦唐这时弱弱的开口：“老师，暖暖姐很想取得
得好成绩证明他自己，毕竟他跟家里的哥哥打赌了，所以您就别怀疑他的成绩了。这次的成绩对暖暖姐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求你了。这一番话说得相当的漂亮，可陆暖却露出一抹嘲讽，白莲花的段位可真高啊，怪不得他上辈子栽在秦唐的手里。果然，班主任听完这番话以后，开始怀疑陆暖为了赢得赌注作弊了。秦唐的小跟班添油加醋道：“老师，你可别包庇作弊的人啊！最近糖糖跟陆暖都在准备家里的战队比赛，糖糖的成绩都下降了，陆暖不可能进步这么多。”小跟班2号也附和道：“对啊，老师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觉得应该取消陆暖的成绩才对。”秦唐看见班主任犹豫了，显然相信了自己刚才说的话，他知道这次自己又赢了。陆暖，你居然又敢努力超过我，难道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教训吗？陆暖，你难道不说2句解释一下吗？陆暖感觉到班主任的怀疑目光，他冷淡开口：“我没作弊。上辈子他的成绩一旦超过秦唐，这个女人就会想办法来找自己的麻烦，害得他一直不敢超过秦唐。现在秦唐又开始故技重施了。”秦唐连忙接过话：“老师，我就说他不会作弊的，您就别怀疑了吧。如果取消他的成绩，虽然看似维护了大家的公平，但会伤害到他的。”班主任思考了一番，开口道：“陆暖的排名暂时先作废，等我调查清楚再说。如果作弊属实的话，会给他应该有的处罚。”班主任走了以后，教室变得喧闹了起来，小跟班嘲讽声传来：“我就说某些人成绩怎么进步这么多，原来是作弊啊！”秦唐眼里露出一抹得意，马上拿出手机给六哥报喜：“六哥，怎么办啊？暖暖姐为了赢跟你的赌注，居然考试作弊取得好成绩，现在要被记过处分了，我好担心暖暖姐。”陆暖打开书开始复习起来，至于他的排名是否取消，他完全不在意。秦唐也只能影响班主任，影响不了高考成绩，但他还是有些难受，毕竟他跟季迟签约好了，要是成绩能进前100名的话，就能一起打游戏。不过这段时间他没去医务室，之前发的消息，季迟签也都没有任何的回复。陆暖有些难受，好不容易有了朋友，最后还是他想太多了。上午的课结束后，教室外面传来女孩子的尖叫声，陆暖抬头看过去，发现是陆里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秦唐，你哥哥好帅啊！秦唐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上前接过陆里递给自己的小蛋糕。六哥，暖暖姐就在教室，你要不要跟她谈谈？如果她好好道歉承认抄袭的话，说不定不会被处分。陆里看了一眼教室的陆暖，只不过陆暖一直没抬头，静静看着手里的课本。他不用猜也知道陆里来学校做什么。秦唐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自己笑话，但他无所谓成绩取消不取消，可他绝对不会承认抄袭。秦唐站在教室门口，假惺惺地说：“暖暖姐，六哥来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陆暖装作没听见，也没看外面的陆里一眼。陆里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，心底仅有的担心瞬间消失不见。他担心陆暖做什么？他冷冷开口：“我先去办公室找班主任。”说完转身就走了。秦唐这才拿着蛋糕走到了陆暖身边：“暖暖姐，六哥只带了一个蛋糕给我了，他估计是粗心忘记了，等下我分你一半吧。”陆暖怎么看不出来秦唐是在炫耀？他以前都习惯了，每次哥哥来学校都会给秦唐带小礼物，从来都没有他的份儿。后来他还哭诉过，二哥说他不听话就没有小礼物，可他现在根本就不稀罕。陆暖的手机响了，他看见居然是季迟签打过来的，他马上拿着电话走到外面走廊，深呼吸一口气接通：“喂，师傅，成绩怎么样？”陆暖忽然有些难受，本来是排名100，但成绩好像要被取消了。季迟签听完，原本慵懒的神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陆暖正准备回答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叫他：“陆暖，班主任让你去办公室一趟。”他听见后抿着嘴角：“我先去一趟办公室，等下再说。”陆暖挂了电话以后，直接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。他走进去发现六哥也在，气氛也不太好。陆里冷脸开口：“陆暖，我没想到你为了赢居然考试作弊，你知道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吗？”陆暖一点也不意外，就知道六哥不会相信自己，他眼神坚定：“我没作弊。”陆暖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在撒谎？就凭你平时的成绩，还有你在家的表现，你的成绩不可能提高这么多，并且你有充分的动机作弊，赶紧承认你作弊的错误，争取让学校不给你记过处分。陆暖冷笑一声：“这些能作为证据证明我作弊吗？”陆里生气地站起来：“陆暖，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！”班主任看见陆里像是要动手，连忙拦住他：“好好跟孩子说话。”陆里恨铁不成钢地对班主任说：“抱歉，陆暖作弊都是因为跟家里赌气，就按照刚才说的那样，让他写一封检讨书，公开在全校面前道歉反省，就别给他处分了。”班主任叹了口气：“这样也行，希望陆同学能改过自新吧，毕竟都快高3毕业了，背一个处分也不光彩。”陆暖低头看着地板，本来就凉透的心一沉再沉，他们3言2语就定好了他的罪，没人相信过他。陆暖，你真是把我们陆家的脸都丢尽了，怎么会有你这样品德败坏的妹妹？说出去我都嫌丢人。陆暖眼神带着冷意：“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们陆家的妹妹吗？”陆里面色铁青，怒视着他：“陆暖，有种你再说一次。”此时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走了进来：“学生家长别这么凶，会吓到孩子的。”班主任连忙道：“校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个高3的学生进步很大，但是被人质疑抄袭，闹得有点大，我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。”陆里没好气地说：“校长，这件事不用调查了，就是陆暖作弊了才有的好成绩，如果他不肯道歉认错，直接给他处分。他刚才跟老师求情说了很多好话，才换来不用处分的结局，但陆暖居然不接受。那行，他也不用再替陆暖做什么了，反正他也不稀罕。”校长温和地看着陆暖：“这位同学，其实验证你有没有作弊，有个很简单的办法，那就是重新给你做一套题，并且在我们所有人的监督下完成。你愿意接受检验吗？”陆暖看向校长：“我接受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如果证明我没作弊的话，污蔑我作弊的人是不是要当众道歉？”
陆离冷笑一声，行，我看你能考出什么成绩。很快，班主任递给陆暖一套题，我给你计时。陆暖坐下后，拿过笔开始做试卷。办公室很安静，所有人都在旁边看着陆暖。班主任靠得最近，他看见陆暖解数学题的过程后，瞬间有些惊讶，这套题比月考的题难度大多了。陆暖居然基本上都做对了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秦唐好奇办公室发生了什么，他走过来看见陆暖在做题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直接走到陆离身边，六哥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难道是暖暖姐重新做题吗？陆离冷哼一声，没错，他死不承认抄袭的事情，这次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秦唐马上走到陆暖身边，暖暖姐，你别赌气了，我们都相信你，不用勉强你自己的。陆暖没吱声，也没搭理秦唐。秦唐看见对陆暖没什么影响，他咬着唇看向陆离，六哥，暖暖姐还是生我的气了。陆离顿时有些生气，陆暖，堂堂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吗？陆暖抬头，我在做题，你们看不见吗？陆离被噎了一下，堂堂给你台阶下，你还不赶紧把握住，免得等下出丑。班主任看不下去，他分明看见陆暖的试卷做得很好，多半陆暖真的没作弊。秦唐同学，你先别打扰陆暖做试卷，有什么等他做完这套试卷再说。秦唐有些不甘心，老师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但他就是不想让陆暖证明所谓的实力，他接受不了陆暖比自己优。秦唐站在一边看着，他有些怀疑陆暖应该考不出什么好成绩吧。考试时间结束，班主任直接拿过来，联合别的老师快速批改试卷。陆暖坐在椅子上，心情却格外的平静，即便看见秦唐站在六哥陆离身边，他也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了。果然，不在乎就不会受到伤害。班主任有些激动开口，成绩出来了。秦唐第一个看过去，他心底充满恶意，希望陆暖考得很差。陆离冷冷开口，老师，要是考得很差就别说了，丢人的很。不，陆暖同学考得很好，并且这套题比月考更加有难度，他的成绩比月考还要好。陆暖听见这个结果后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他抿着嘴角，露出了一抹笑容。陆离的表情有些破裂，直接拿过试卷看了一眼，成绩分数骗不了人，陆暖的确考得很好。秦唐踮起脚也看见了试卷的成绩，瞬间极度的冒酸水。陆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不可能！校长小老头笑眯眯地说，真相大白，陆暖同学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这么大的进步。班主任也点点头，陆暖同学最近的确很努力。陆离的表情跟调色盘一样变来变去，最终把试卷放回了桌上。没想到陆暖真的没作弊。此刻他忽然觉得面前的陆暖有些陌生。校长咳嗽了一声，既然真相大白，那么污蔑陆暖同学的人就应该道歉。秦唐的脸色迅速尴尬了起来。陆暖听见校长的话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校长还会提起这个。陆离的神色变得十分不自然，以前都是陆暖追着他跑，从来不会做让自己为难的事情，他当哥哥的也高高在上惯了，现在要让他道歉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秦唐马上说，暖暖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平时在家你偷偷学习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被怀疑作弊，六哥第一时间来学校帮你，他其实对你很好的。秦唐给了陆离台阶下后，他冷淡开口，堂堂你别说了，某些白眼狼不会明白的。陆离看秦唐更满意了，这才是妹妹应该有的样子。陆暖似笑非笑看过去，是啊，六哥第一时间来学校，然后呢，跟老师说我抄袭，强按我的头写检讨，当着全校的面道歉，这样的好哥哥给你要不要啊？秦唐顿时哑口无言。陆离也是恼羞成怒，陆暖，明明是你偷偷努力不告诉我们，害得我误会你作弊，是你成绩提高了，玩这么一手有意思吗？校长又开口了，他看向班主任，一开始质疑陆暖同学抄袭的人是谁，叫过来道歉吧。班主任马上让2个小跟班过来，小跟班不知道情况，以为陆暖真的作弊了，还一脸得意，老师，我们就说陆暖作弊才取得好成绩，现在是不是调查清楚了？班主任点头，没错，调查清楚陆暖没有作弊，你们2个赶紧跟陆暖同学道歉。小跟班立马露出震惊的表情，陆暖居然没作弊，怎么可能？秦唐马上装好人，宁姐姐的确没作弊，我刚才就让你们不要乱说，现在你们应该跟她道歉才对。这一句话就把他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小跟班马上不情不愿地跟陆暖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不对，不应该乱说。班主任看着陆暖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陆暖摇了摇头，没了。班主任很是欣慰，陆暖同学最近很努力，倒是秦唐同学这次成绩下滑得很厉害。秦唐觉得有些丢脸，特别是在陆暖取得好成绩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耻辱。秦唐红着眼眶回答，我只是被耽误了时间，我下次不会了。陆离也觉得有些丢面子，取得好成绩有什么用？到时候打游戏出名，大红大紫赚的钱比这点成绩重要多了。秦唐其实也这么觉得，班主任倒是被气着了，没想到家长居然这么说话。他看向秦唐，你要多跟陆暖学习才对。秦唐死死咬着唇瓣，扭头跑出了办公室。陆离没好气地看着陆暖，不就是取得一次好成绩，值得在秦唐面前这么炫耀吗？他是为了游戏战队才会被耽误成绩的，你一个什么都没付出的人，没资格炫耀。陆暖抬了抬眼皮，我炫耀了吗？校长又开口，我明明听见是班主任说的这些话，陆暖同学可没开口。作为家长，还是不能这么偏心啊。陆离被噎了一下，我可没偏心，陆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说完就出去追秦唐了。陆暖转头看向校长，谢谢您。不用谢，你有实力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你先回教室吧，我要跟老师们开个会，好好强调一番才行。陆暖离开了办公室，他走了几步，看见季迟谦正站在走廊处，他靠在墙边，似乎在等谁。陆暖对上他的眼睛，心跳无端加快了不少。季迟谦起身，声线还是一贯的清冷，处理结果怎么样？当然是我赢了。校长让我重新做了一套题，我考得比月考还好。陆暖有些骄傲地扬起头，此刻在看到季迟谦的时候，自己胜利的喜悦好像才有了出处。季迟谦声音不紧不慢，他们道歉了吗？陆暖愣了一下，指的是秦唐跟六哥吗？他摇头，只有替罪羊道歉了，但我也不在乎，因为刚才已经狠狠打了他们脸。
季池谦脸上多了一抹笑，放学后来找我。说完便走了。下午放学后，陆暖直接去了医务室。季池谦坐在椅子上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作业做完了吗？老师让检查错题，我都做完了。季池谦点了点身边的电脑，上游戏有号吗？有，但我想建个小号。正好都玩小号。季池谦也没想用大号带他玩游戏。陆暖打开游戏以后，随便取了一个名字，柠檬甜甜的。等到进入游戏画面后，他看着季池谦：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我们加好友吧。陆暖偷瞄到他的游戏界面，名字看着有点眼熟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他瞬间想起了什么。他上辈子有个网恋对象，名字也叫这个，一模一样。季池谦挑眉，看什么？同意好友。陆暖瞬间脸红了，连忙同意添加好友。看着面前的游戏人物，他心情有些激动，但上辈子他不是这个时候遇见网恋对象的，也许只是巧合。陆暖偷偷看了他一眼，那个，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？季池谦的手一顿，随便取的。陆暖点点头，也许真是巧合吧。两人上游戏以后，直接去了新手区做任务。陆暖感觉得出来，季池谦不是纯新手，估计也是切了小号陪自己玩。他也没问这么多，但他的操作真的很像那个人。陆暖忍不住开口：师傅，你大号的名字也叫这个吗？不是，那你今天是第一次见这个小号，取这个名字玩游戏吗？季池谦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对，怎么了？陆暖忽然低头，脸上的温度迅速升高，没什么。他有点纠结，他到底是不是那个人呢？可跟上辈子遇见的时间对不上啊。上辈子是在复活赛结束后，他才遇上了那个人，也是他教自己怎么提高游戏技能，最后才能一路过关斩将冲到决赛。虽然到死，他也没见过网恋对象。陆暖有些心不在焉。两人好不容易做完任务出新手区，做下一个任务的时候，却遇见了别的队伍。陆暖看见队伍游戏名字后，露出一抹嘲讽的表情，居然是六哥跟秦唐。季池谦细眸微眯，要不要上？上什么？我们都是小号，装备也比不过他们，上去就是找死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陆暖竟然有些心动。季池谦开口，等他们快做完任务的时候，趁他们残血抢走他们的 BOSS。